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牛，欢迎收看第125期的百问啊。这个还是老规矩啊，先来说一下我们频道最近更新的视频。当你看到这期百问的时候呢，我们频道本周最重要的一个大项目应该已经更新完毕了，那就是无障碍的特别企划。这期片子呢是前后花了我们1个多月的时间，应该是小白测评建频道以来吧，我们付出的时间、精力，还有筹备的拍摄乱七八糟吧，这个资源投入最多的一次，而且呢也得到了比较好的反馈，有很多品牌呢联系我们进行这个手机或者说数码类产品的无障碍的跟进，我们也是特别感谢大家的3连。如果你还没有看过这期片子，我强烈建议你去看一看，真的非常强烈啊。OK， 这个手机这边呢，我们是应该已经更新了这个荣耀的 Max， 这个 X10 Max 这个超大屏手机啊，7.09寸的啊，这台机器的一个体验。后续呢，应该还有一加或者说小米、红米啊，还有一些中段机型发布，可能啊，我只说可能。这个后面呢，我们还会持续为大家带来体验。OK， 第125期的百问，看看有哪些小伙伴都提了什么问题上电视了。干货都比较少，马上开始。第一个问题是来自微博的小伙伴 ACE 加瑞，我想问一下，华为的 MatePad Pro 有什么好的剪辑软件吗？刚入手，这个想用来剪辑视频，对手机端的软件并不是很了解，能推荐一些吗？对于平板端的这个剪辑软件来说呢，这个确实选择性的没有那么多，但是呢，其实之前我也用 iPad 做过一些简单的这个视频剪辑，在移动啊，或者说你在出去玩的时候，这个边走边剪呢还是比较方便的，因为笔记本确实它是比较大的嘛。在这里呢，我们跟你说2个软件，第一个呢就是抖音出的这个剪映啊，这个软件呢其实就很简单，就是这个剪抖音上的视频，或者剪这种竖屏小视频的，它呢特点就是非常简单，非常傻瓜，就是你没有什么视频基础，一看你也就懂，上面都是模板，都给你做好了，然后直接往上拖就可以了。缺点呢就是太入门了，它不够专业。第二个呢是在安卓平板端的这个巧映，这个软件呢相对来说就比较专业一些了。在第一次进入软件的时候呢，它会进行性能分析，就是分析你这台设备这个大概能做什么样的这个视频，反正就是相对来说比较专业一些，而且它整个这个操作界面也和专业的视频软件，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 Pad 上的相对专业的这个视频软件啊，而且呢，它支持这个 4K 60帧的视频剪辑，当然前提是你的设备得能够扛得下这种素材啊。我相信 4K 60帧应该不会用这个 Pad 来剪辑了。好，下一个是来自 B 站的小伙伴胡歌和刘亦菲同框了吗？这个名字，UP主想给爸妈买手机啊，平时呢他们就是发微信、看看视频和看看股票，选择荣耀 X10还是 X10 Max， 或者有别的推荐吗？手机这方面不是特别的了解。给父母选手机、选电子产品啊，这个我们也隔一段时间就要跟大家聊一次。如果要是2000元，因为你这2台机器差不多都是2000元档位段的，之前我们做过一个横屏，你可以去看一下。最近体验的呢就是这台 Max，Max 这台机器呢，它各方面的表现还是比较均衡的，但是啊，特别有一些点啊要提醒大家注意，就是它的处理器呢是天玑800，这是一个非常入门的5G 处理器，应该是现在最入门的吧。这个骁龙的那个6系列还没出，这个还不知道。就是它的性能呢是比较弱的，但是呢它屏幕比较大，5000毫安时的电池，续航也比较长，双扬声器，对称式的，声音也比较大，比较符合咱们父母辈的啊那一辈的人。如果要是不能抉择的话呢，你可以问一下你爸妈的这个需求，比如说这个眼睛的视力好不好啦？如果要是不好的话，选择一个大屏的。我个人呢还是更倾向于X10一些的。我的小原则啊，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给父母或者说给长辈买手机的话，根据他们的需求直接对应的那个机器，再升半档就是你要买的机器。OK， 下一个是来自白眉星光的小伙伴长枪小白，我想问一下RPDDR 是什么？和 UFS 有什么区别？手机和电脑的 RPDDR 一样吗？我感觉我自己像班主任啊，是吧？带了一代学生，然后就再带一代学生啊。你是我们的几年的学生呢？什么时候开始关注我们的呢？可以走一波弹幕，就像班主任一样，反正每一代都要给大家普及一下。首先它们的区别啊，这是2个完全不同的标准。RPDDR 呢是你手机内存的标准，对应的也是电脑的这个，就比如说你的手机是8G 的内存，还是16G 的内存，大一点还是12G 的内存，它是这个内存的标准。现在最新的，比如说它已经到了这个 RPDDR5 了。然后 UFS 呢是闪存存储的标准，这2个标准对应你在实际使用手机的时候的体验是什么呢？先说 RPDDR， 比如说 RPDDR5 的，你这个8G 的肯定就不如12G 的，你的级别越高，你的内存越大，你同时开启就多任务运行的时候还是比较吃这个内存的。然后 UFS 呢就是闪存读写的速度啊，就比如说你在读取照片的时候，或者说你的手机相互跟电脑之间拷东西的时候， UFS 3.0 的就跟其实它跟3.1差不太多啊，但是跟2.0和2.1的那个速度就差出来了。
UFS 关乎到的就是闪存读写的一个速度。然后下面呢，你说的是电脑和手机的RPDDR 是一样吗？这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桌面端呢叫 DDR， 这个 DDR4 啊，这个手机这边呢是 RPDDR5，这是两个，它们是相对应的平行世界吧，你可以这样理解。但是它们并不是一样的一个东西，都是这个内存，但是一个是桌面端的，一个是移动端的。移动端的这个呢，它功耗要更低一些，因为手机嘛，毕竟电池很小。这个电脑端的呢，可能是主机啊，或者说笔记本，电池相对来说就比较大。好，下一个是来自 B 站的小伙伴，世界之上。小白，能不能出一期测试荣耀30 Pro 续航的视频？这个感觉续航有点问题啊，耗电特别快。花粉俱乐部里边都是反映这个问题的。我的荣耀30 Pro 续航也是差得很啊。这个今天第2次充电了啊。这个之前呢，我们不用给你出视频啊，有这个数据库，你扫码可以去看一下，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里边有啊。这个测试过了，5小时的小白测评的续航榜单上呢，它是中等偏下的，这个剩余了39%的电量。说实话，它的电池本身也不大，这个只有4000毫安时的电池，这个续航呢确实不是那么好，在旗舰机里边它算是比较差的这个续航了，再加上它后续的更新呢，可能有一些小版本的之中有一些小 bug 之类的，这个导致它耗电要更加的大，因为它测试的时候本身续航就不是特别好，这个你在买机前就是你需要做的工作，所以说自我案例来了啊，在买机前呢，记得来看一下小白测评的首发的体验视频，还有就是我们的数据库的数据啊，这个对你呢做一个参考啊。OK， 下一个是来自白微星公号的小伙伴大猴娃，这个你好，有一个问题啊，我一直没搞明白，这个快充技术到底指的是充电头的技术还是电池的技术？这个快充充电头给普通的手机充电速度会比普通充电头给普通手机充电来得快吗？哇，有点像绕口令啊。这个目前的快充的技术呢，都是充电器和电池共同组成到一起的，或者说共同研发的吧。就比如说国产这边的这个 Work 闪充啦，或者说高通这边的这个QC 的这个闪充啦，他们的这些技术呢，都是需要从芯片到电池，然后到充电头一起支持才可以实现的，并不是说单一的，比如说电池的技术或者说充电头的技术。但是你说的这个快充充电头给普通手机充电啊，那就需要知道你这个普通手机支不支持这个快充充电头的标准。新手机呢，这个一般都比较快，比如说现在最高可以到65瓦，这个50瓦以上的也有很多。但是你给它过去的一些手机充电，比如说你给是吧钉子户小米6充电，这肯定是快不起来的，因为它本身就不支持这么高的这个标准，这个肯定是不行的。然后电池端呢，虽然说技术发展非常缓慢吧，但是呢它也有一些，比如说双电芯的这个技术，就是2块电池同时充啊，这个65瓦了是吧？这个是很快的。还有就是低内阻电池，就是标准的这种电池呢，它内阻呢是一个水平，然后有这种是吧花了大价钱的这个低内阻电池，它充电上呢就要更快一些，这个是相互结合啊，相互作用的一个最终的结果啊，才能充电的更快。最后一个是来自 B 站的小伙伴人贼空小白，我的 iQOO Neo 3啊，在618期间呢买了不到2个星期，就经常出现打游戏断流断网的情况，严重的时候一把游戏都是断流的情况，那你这游戏还打玩啊？然后重启之后呢就好一些啊，但是每天打游戏都会出现断流断网的情况，真的很烦啊。请问小白，这是手机的问题还是网络的问题？有没有办法解决啊？我觉得这个呢，你先要做一个排除法啊。首先我先告诉你，就是在我们体验 iQOO Neo 3的时候，没有你这么频繁的断网情况，偶尔可能有一次，当然这些手机偶尔都可能碰到有一次断网的情况，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啊。这个如果特别频繁的，这肯定是有问题的。我先弹幕问一下大家啊，你们的手机是哪台手机？然后有没有过经常碰到断网呢？可以走一波弹幕你可以先去一个网络环境非常好的地方，就比如说隔壁家或者你的朋友家里面，他的手机跟你的手机应该是不一样的，你先看他有没有断网，然后你在这个网络环境里边再试一下，如果要是还经常断的话，那就说明是你的手机版本有问题，或者说你的手机有问题，如果没有的话，那就说明是你们家的网络有问题所以说先要排除自己的网络环境，再去看手机的问题。OK，618结束之后呢，确实大家都平静了一段时间啊，但是呢新机马上就来了，这个我们也会持续的跟进这个新机的视频，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也策划了一些专题视频跟大家聊，比如说双扬声器，比如说是吧这个你想看的是吧OK 更多内容和精彩，大家记得关注我们的白明星公众号，这个大家可以参与我们的活动，然后回复干货多批发少就可以了。上期的中奖小伙伴赶紧私信我们的小编领取奖品。OK， 记得关注公众号，我们126期再见，拜拜。